不过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包括国际间的大事哦。拜登他要竞逐2024的美国总统大位，可是他的身体状况一直是美国人很担心的。昨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幕，他在科罗拉多州美军的这个空军学院毕业典礼，他在颁发完文凭之后，转身离开之际，突然跌倒了。我们来看看现场的这一幕。好，观众朋友，您看到拜登总统，因为他已经80岁高龄了，他整个跌坐在地，一度站不起来，后来由3个人把他扶起来，走回座位哦。那当然，现场也发出了一阵惊呼声，很多人都很担心他有没有受伤，或者是为什么会突然跌倒。您看到呢？拜登他是用手撑着地面哦，勉强想要站起来，后来是3个人同时把他搀扶起来。拜登后来透过新闻发言人的说法是，他是被地上有一个沙袋哦，我们这里看得到吗？来，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电视墙，就说地上有沙袋哦，他在转身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沙袋，所以绊倒了哦。那当然呢，美国总统这个全世界都在看的一个美国总统，他的身体状况，包括他的身心的这个是不是很正常这件事情，大家都在看哦。那拜登过去曾经有一阵子经常看起来有点精神不济哦，所以不管是美国人，不管是全球很多国家都在密切注意他的健康状况，这是我们收到的一个画面。而拜登呢，其实最近他也说了，在美中对抗的大环境之下他认为美国对中国的竞争激烈这个激烈的竞争已经做好了准备。一边竞争，可是我们也愿意合作啊。拜登总统说，在解决全球共同的问题上面，我们两国应该把这个合作的大门给打开所以又回到过去奥巴马时代据说当时美国跟中国想要一起携手来做一件事，要一起合作做一带一路，真的假的呀？这是这个美国亚洲协会董事联席主席说的话他说美国官员本来想要牵头美中一起建一带一路，结果错失了一生最大的政治良机。这是来自对岸的一个消息讲的是这个奥巴马执政时期那个时候的国务卿克里斯那曾经收过这样的邀请，可是当时自己联邦政府这个他们自己政府里面有财政部的高官认为这样不好，所以阻挡，所以没有上报到奥巴马。可是上报到奥巴马也不见得可以成功就是了。这是我们看到呢，过去有很多人在讲过去的一些历史机遇如果错过了就不在了。而中国大陆呢，自己在建大飞机这件事情已经进行了10多年了。他们的 C919 这个大飞机现在看起来已经在要起飞的路上了5月28的消息，中国产的这个大型的商用飞机那意味着是波音跟空中巴士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可能要受到挑战了。这是必然的，因为过去呢，这个中国大陆跟这2大商用的航空公司买了大量的飞机，可是现在如果它会制造而且是安全的商用飞机的话，那波音跟空中巴士呢，当然你们的这个进军中国大陆的地位或者是市场的需求量就会减少了。波音的行政总裁就说了，他说 OK， 你中国 C919 是一架很好的飞机，可是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建立满足中国航空公司需求的生产能力。这话倒也不假啦，你还是要把这个生产线给建立起来，只是时间长跟短的问题。而另外我们看到Musk 最近在中国大陆也卷起了一道旋风媒体报道的非常多，而且他也见到了很多中国大陆的重要人士，包括你看到5月30号他面见了秦刚，这是中国的外交部部长。5月31号他跟王文涛以及这个工信部长金壮龙会谈，另外呢他也跟第一副总理丁薛祥进行了一个未曝光的会议这个算是一个蛮高层的一个层级。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丁薛祥他是第一次跟外国企业执行长进行1对1的会谈，可见中国大陆非常重视马斯克。而另外呢，也凸显了中国大陆对这个特斯拉非常高度的重视。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本周这个礼拜访问中国大陆的美国的大的企业
真的是络绎于途，包括苹果执行长库克、摩根大通的执行长，还有星巴克的执行长都跑去中国大陆了。可是这3个人受到瞩目的程度远远不及马斯克。马斯克还跟宁德时代的董事长曾运群共进晚餐。宁德时代是特斯拉可不可以打入平价市场的重要关键，因为它是做电池的。如果电池的这个成本可以下来，那当然它整个成本就会大幅的降下来。而另外我们看到马斯克访华这件事呢，果然这个美国那当然有些政治人物他就开始觉得不开心了，包括美国总统共和党的初选候选人维克，他就说啊，马斯克你去见秦刚，我感觉到很担忧啊，因为中国会利用知名商业领袖作为傀儡，然后做一个大内宣、大外宣，而且这对美国会构成了风险。另外，我们看到黄仁勋 NVIDIA 的这个执行长这个创办人最近在台湾也是非常的受到欢迎啊，他也会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包括腾讯、字节跳动的高层，他都会去会晤。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他还会到理想汽车、比亚迪、小米等等的这些企业去参访。而辉达大概有1/5的营收是来自中国大陆那另外呢，他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美国，你现在对中国执行禁令啊，会要有一些代价，你必须要好好再想一想，深思熟虑否则美国的科技业会受到庞大的损失，而包括这个中国大陆的庞大的市场也是其他地方没有办法取代的。”来问一下我们的委员，您怎么看？包括在这个美国现在的这个领导人或者是说像是拜登的健康状况，再加上中国大陆现在全力拼经济啊，我们应该要担忧吗？拜登身体状况一直出现问题，当然美国人是非常的忧虑啊。我想这个翁教授在美国一定也经常听到这些笑话说。他们其实最担心的不是拜登的身体状况，是怕拜登万一不能逝世的时候，贺锦丽当美国总统会把大家吓破胆。这个当然是一个美国的笑话所以最近美国有股风潮，想要推摩根大通的执行长Damon 来出来竞选美国民主党的候选人那已经在绕风潮，会不会成就我们不晓得，因为这个 Damon 他是带领摩根大通。稳定了2008年世界金融海啸的一个很重要关键人物，少数像他这种银行没有受到伤害，所以觉得领导能力是很强的，所以有人期待他把美国给带出来。那这是美国的事，我们不用管他。但是美中共建“一带一路”确实有这个事儿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大陆为了要推动“一带一路”弄了一个叫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简称叫亚投行，有邀请美国参加。美国当时分成2种意见参加不参加。最后奥巴马下令不参加，不但不参加，还要求其他人不能参加。就英国不听话，英国跑去参加。那个就是反映当时的故事。只是我们不晓得，原来推动要参加人叫 John Kerry， 他在美国民主党的地位非常高，他是比拜登小1岁。2004年参选过美国总统，但是被布希给打败，是很有分量的人。至于现在很多的重要人士都在大陆去访问，其实目的就是为了推动在大陆的业务。那黄仁勋讲过一句话，台湾的这些晶片制造厂到处都可以取代，但中国大陆市场不能取代。他这种说法以用民进党的标准就标准的舔共、舔中共同路人。但民进党现在没有人敢批评他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是全世界最有钱的台湾人怎么能够批评呢？而且是很多年轻人的偶像。对，你看他就是这种标准的舔中舔共的言论那民进党怎么闭嘴啦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必须了解到大陆在推动这种开放是我们瞠目结舌。我曾经有一个也是华尔街一个老板，他讲说，大陆官员有个特性，你只要提出具体的要求，他具体答应你，他一定要做到，因为他发现他如果没有做到，而且答应你，他要下台那所以变成说大陆变成是一个非常有行政效力的一个推动吸引外资的一个体制。那他说美国官员答应你的你也不要相信，因为隔2天就换掉了。是没有错。来请教赖老师。我这边可以证实这个郑元雄，因为我关心这个“一带一路”很多年，从一开始的时候，在过去不同的媒体那么我也曾经做过系列的一个报道。除了在亚投行这个部分邀请美国参加以外，事实上在实体的建设方面也有。他本来是想从北边
从北边的地方从俄罗斯那边拉到美国，然后阿拉斯加再从阿拉斯加往南走，所以当时事实上也有这个一个非常宏伟的整个一个铁道的一个建设。如果美国当时有加入的话，我相信对美国人来讲，一方面他可以赚了不少钱，因为亚投行事实上在赚钱了。另外二方面呢，它的铁道建设将由中国的这么强大的基础建设能力，然后这样拉过来的话，这个对于这个整个，也就是不只是欧亚非大陆的连块，事实上也把美国都整个连在一起了。这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改变，但是美国错掉了这个时机。那未来整个“一带一路”完成了以后，美国变成全世界最孤立的一个岛。这个是美国长期以来最害怕的一件事，又回到过去的孤立时代。那回到过去的孤立时代，可是现在的中美洲、南美洲，他们是透过海上的丝绸之路跟中国的连通，那美国该怎么办？所以美国现在也很苦恼，但是美国又没有强大的基础建设能力。坦白说，他们真的是一筹莫展，时机常常都是这样，一错过就再也不复返。大飞机的一个情况是一定会发生的，因为大飞机的基本上来说是随着你的这个消费能力，就人民的所得升高，你就有钱去坐飞机，然后再加上你的国内跟区域间的市场需要量越大的话，我觉得这个波音的这个行政总裁讲的是实话。第一个，他肯定的 C919是好的飞机，因为他们一定都知道这些都已经是拿到适航证，都是一个好飞机。好飞机对于他们来讲，它当然是多一个竞争者，可是他为什么不怕呢？去年的时候中国大陆波音就已经调查大陆的未来20年的市场需求，他们估计至少要1万架，也就是从现在去年一直到未来20年。中国大陆的国内市场就需要1万架，单通道的就需要2000多架，双通道的就要单通道的就6000多架，双通道的就2038架。各位想想看，以中国大陆目前商飞所能制造的1年的制造量，他们希望能够在5年左右，1年可以生产到150架，这还不够如果你1年只能生产150架，10年也不过就1500架，而单通道他们的需求量就6000架，所以对波音来说，它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空间。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不担心，反而更有竞争力。是来请教我们的这个翁老师。是，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第一条消息谈到拜登总统摔跤的事情事实上我们有点于心不忍了，看到他的年纪这么大了，而且确实就如同两位这个来宾所说到的，其实拜登总统在美国确实有很多人担心他的健康，尤其是民主党刚刚蔡委员说这是笑话，其实不是笑话，笑着笑着就哭了，因为是实话。就说民主党很担心的部分，确实是除了拜登总统的健康之外，是拜登总统如果继续竞选会非常的辛苦，然后如果他真的连任了，他其实是要做到85岁、86岁，是不是身体健康可以 hold 得住？那如果是贺锦丽必须要承担重任的时候，他能不能够承担这个重任？以目前看起来，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做了很多的事情，看起来表现并没有这么理想，这就导致民主党内其实是有担忧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跟他即将的竞争对手共和党，不论是川普或是DeSantis， 看起来相较之下，拜登总统的健康确实是很大的疑虑再者，我们刚刚讲到的 John Kerry， 他在美国的国内呢，确实在民主党内是德高望重，也非常资深那 John Kerry 也确实是在对中国的态度上面是认为说，包括了当年的 CPTPP， 还有这个一带一路，事实上美国确实有一派的认为呢，如果要跟中国进行制衡或者是竞争，其实加入到某一个团体里面，加入到某一种组织里面，其实可以发挥的效果是更大的。所以 John Kerry 当年也是在这个议题上面呢，事实上他是想要推动，但是很可惜的，美国决定选择另外一条路。那当然，现在的中美竞争就反而少了那种制衡或者是对话的机会。如果有 CPTPP， 如果有一带一路，想想看，中美双方必须要有更多的沟通。那再者，我们看到了好多人都在中国进行访问，其实这一点呢，也是共和党当然会很紧张嘛。可是很多人在中国访问，他某种程度传达的是我们看到的表面上的中美的紧张关系，可是企业家其实身体很诚实，嘴巴
巴很残忍，很强硬，可是身体很诚实啊。诚实在哪里？我们看数字就好。2022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6800亿、6900亿，它再凸显的是企业家还是觉得中美不论如何无法脱钩，因为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说看到中美之间好像很剑拔弩张，但是企业主跟中国之间的连结已经告诉我们，中美之间恐怕要更多的沟通，而不是更强的竞争。是我们希望台湾的高层也要看到这一点哦。你看到美国的企业主这么热络的跟中国大陆来往哦，那这个到底是不是嘴巴说不要，身体很诚实啊？这个现象，大家要好好的推敲一下。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现在在欧洲发生什么事情。科索沃跟塞尔维亚的边境现在打得乱七八糟烽火连天，可以这么讲哦。那北约还要派维和部队去。那这个武契奇他是塞尔维亚的总统吗？他就跟中国大陆来求助说：“你能不能够来帮帮我们呢？来解决科索沃的问题。”毛宁他有回答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他说中国跟塞尔维亚是铁杆的朋友杠杠的所以呢，他们会一起来维护这个巴尔干岛地区的和平跟安宁。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中国要出手吗？这个我们也留下一个问号。而另外我们看到的塞尔维亚那当然现在呢状况非常非常的复杂。你可以看到，包括布林肯美国也说话了，包括马克宏跟肖兹也有说，我们敦促了科索沃当局要让这些有争议的北部城镇重新选举等等，大家都说话了。可是这些政客讲的话人民没有很感兴趣，大家感兴趣的是这一个人球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乔科维奇他5月29号他在现场摄影机正在拍着他的时候呢，他突然发话，并且呢在镜头上面写下了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心脏，停止暴力。我再说一遍，因为有人在问他了。那包括球团也其实不开心，说你这个运动员，你不要讲政治的事你帮帮忙吧。所以隔了2天，其实记者又问他一次，说你的意思真的是这样吗？他说对，我可以再说一遍，但没有必要，因为你可以转述我说过的话，我可以再说一遍，可是他现在不说，而是你可以转述他之前说过的话意思就是这就是他的立场。他想要告诉大家科索沃是他们的类似像这样子的啦，这是他的说法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心脏，停止暴力。大家知道科索沃已经被联合国这个承认是独立的，可是塞尔维亚并不承认它是独立的地方。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乔科维奇，他讲说意外吗？酸民永远讨厌强者是什么意思？因为大家说你科索沃你乔科维奇你是最不受群众欢迎的政治因为你常讲政治的话，所以你是最不受欢迎的运动明星。可是他说你酸民永远讨厌强者，因为我太强了。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他引用的是这个是 Kobe Bryant 生前的名言就表示我强者无惧大家看看政治跟体育不太可能完完全全脱钩的。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中方强硬拒见美国，这是讲的是在军事方面。大家知道在新加坡有一场会谈，香格里拉会谈，讲的是各国的军事，各国的国防部长会齐聚一堂，每一年都会举行的。而奥斯汀美国的国防部部长这一次跟李尚福看起来应该不会有场边会晤了所以他说李尚福再次拒绝我这是不幸的。我们2大国缺乏沟通，会让很多事件急速的失控，包括中国对美国飞机进行挑衅的拦截。他讲的是在5月底歼16跟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歼16飞太近的这件事情这个画面曝光了。媒体的形容是在南海的上空，美中斗机飞机互相的争霸争斗。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李尚福现在他可能会会见新加坡的防长，他们两边会设高层的军事热线。而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跟中国的防务部门也会有直通的热线。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美中这2大巨头的国防部部长已经不见面，也没有沟通的管道，所以要怎么联络呢？我们看到
美国想要联络中国的话，他可能要透过日本先打给日本，再打给这个中国大陆，或者是要透过新加坡来跟中国大陆这个连通所以看起来是要绕很大一圈。而另外呢，我们当然担心世界上这两大强国会对撞嘛，所以呢，美国要去风险。接见肖兹的外事顾问，王毅就说了，中德要共同的应对全球的挑战而另外，布林肯也说，美欧聚焦对陆的去风险这件事情不存在，你要搞清楚啊。美欧对华不寻求对抗、冷战或是脱钩，而是聚焦去风险。来，我们来问问看这个蔡委员，你怎么看？在军事方面，中国跟美国都很强硬啊，两边都不沟通，那对我们全世界来说，是不是并非之福？中美两国现在不沟通，应该是暂时的，因为两方面有各自的坚持，包括中国认为说，你不是制裁我的国防部长吗？你又跟我国防部长开私下会议干什么？不是很尴尬？当然，有一个更大的前提，就是两方面对于未来的安全和平的安排态度不一样。比如说这一次在香格里拉论坛，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演讲主题就是什么？全球和平倡议。他也来个倡议啊。再来呢，这个艾斯汀讲的题目是什么？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力。领导力说的是很好听的，我把它翻译一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霸权，就是你们都要听我的。但是目前听他的大概只有日本、韩国跟菲律宾，印度也不算听他的。那中国大陆跟东南亚国家听他的大概不多吧？可是他要发挥他的领导力，也就是说，这里有美国的领土吗？没有。有美国岛屿吗？没有。有美国领海吗？没有。那你那么老远跑来这边表现领导力，就是在表达你一个霸权。但是李尚福讲了另外一个调，他就说我们如何做出一个比较理想的安排，能够让全球的环境变得相对的和平，应该也要包括这个台海的和平。不过他讲的台海和平说，只要你不台独，一切没事儿。你只要你台独，我就保留使用武力的一个方法。那各方面就会对这个问题就产生一个焦点，慢慢就浮现出来了。所以现在两方面还在模拟阶段啊，所以你看啊，李尚福还跟日本说我要搞热线，跟新加坡搞热线，就是他的全球和平倡议的一环。那这个美国说我要部署什么军队啊，但是那个所谓的斗机应该是小事情了哈，因为理由很简单嘛哈。你抵近侦察，你美国实在可以靠着自由航行的招牌，对中国大陆的军事设施跟活动抵近侦察，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中国大陆也有权抵近检查，就是你到底来干什么？比如说我莫名其妙跑到翁教授家门口去绕一绕，翁教授总该有权利拿个棍子出来问我说我在干什么吧？这个我有抵近侦察的权利，他有抵近检查的权利，那只是双方面在飞机上有一些互相干扰。军机这样就叫干扰，你叫什么军机嘛？如果你干扰民航机是100%不对。那军人本来就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能量去应付这个东西。我说美国抱怨这个东西只是在借题发挥而已，意义不大。还是回到本质说，到底亚太地区的战后经济那个政治秩序要怎么安排比较妥当的哈？至于这个乔科维奇是有点冤了哈，为什么？因为他们家本来就是住在科索沃，只是科索沃后来阿尔巴尼亚人进来多了以后，把他们家塞尔维亚人赶出去，所以他们才回到塞尔维亚。但现在还有很多塞尔维亚住在那一边，可是不晓得这些阿尔巴尼亚不过200万人呢，然后他就很大的影响力啊。他说：“你塞尔维亚不能选市长，那我要派市长去，所以就用什么？”军警派人压这个市长上任，才造成今天的风波啊，有点像说闽南人在台北当家，不准新竹县的客家人选县长，从台北派人去当县长，然后闹成纷争，一模一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乔科维奇是为家乡来讲话，对呀，他为他的出生环境，他曾经遭过痛苦，讲2句话也没有不妥。那科索沃它本来就很复杂，本来这个地方是塞尔维亚人住的地方，在第2次世界大战意大利进去的时候，把塞尔维亚人赶走，然后那隔壁的阿尔巴尼亚全部都进来了，才造成今天不好处理的局面。不过中国、美国是要
要处理的，不要让俄罗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进来处理。俄罗斯要第一次世界大战进来处理塞尔维亚问题，要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了。所以最好中美两国还是老实一点，先在这个地方表现和平给我们看。那也希望成功了以后能够俄乌战争和平，双方们坐下来好好讨论一下台湾和平的问题吧。是，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赖老师怎么看我们刚才看到的美中的对抗。美中的对抗这是一个不会结束的事情，因为中国大陆快要超过美国。其实它的平准购买力在2014-15年的时候就超过美国，这也引起美国的相当的忧虑。那目前预估再过10年，中国大陆的现行汇率的 GDP 会超过美国。有人估计到2035年会是美国的1倍。美国人他实在是怕死了。你想想看，一个14亿人口，人均所得只要到美国人的1半，3万美元的话，那他的整个国家的 GDP 就是美国人的1倍，所以他的财政的收入那美国人就没办法跟他比了。那以一个美国 GDP 1倍的一个中国大陆，然后你美国再加G7，所有的国家加起来的总和都不到一个中国，那你觉得在世界上是谁在可以支配这个世界？美国将再也没有办法支配这个世界，美国的单边制裁将再也无效，美国的任何军事行动将再也无效，因为中国大陆一定会远远比它强大太多了。这一点台湾的民众要认识清楚。我这边真的是很诚恳的建议，20年内左右，现在如果您是20岁的台湾的孩子，您才40岁，那中国大陆的整个 GDP 超过美国人的1倍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坦白说，这个世界的主导权真的不会是美国了。好，那在这个情形下，美国该怎么办？他要用这10年想办法把中国打垮，把中国弄乱，他想尽各种办法。所以您会看到，在这段时间内，他经济手段也用，科技手段、政治、外交、军事，他什么都用。但是问题就在于，他目前面对的一个对手是美国在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碰过的对手，他是全方面可以跟美国竞争的对手。以前他碰过的是前苏联。可是前苏联它只有军事上可以跟它竞争，可是经济上是没有办法的。它以前在亚洲碰过的是日本，可是日本的人口数跟美国是不能比的，国土面积也是不能比。但是它面对现在的中国大陆是国土面积比美国还大一点，人口却比美国多很多，然后科技人才却比美国多太多的。我们讲是整个总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比较下的话，美国已经发现它是全方位的这种竞争对手，它自古以来从来没有碰过，从建国以来没有碰过这样的一个对手，你说怎么办？我最后讲一点，我觉得科索沃的问题再强调一点科索沃基本上来讲，过去确实是属于塞尔维亚的。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翁履中老师。事实上，现在我们看到，好像不管是军机的这个空中的交错，事实上很多的朋友会看到中美之间好像看起来剑拔弩张，大家都在互相大秀肌肉。可是我们也必须更深层的去看现在的中美局势。其实包括拜登总统从所谓的间谍气球讲到 silly balloon， 从所谓的中美之间会很快的降温，然后我们再看到中美之间在经贸上面不断的在释出善意，要想办法要进行沟通跟交流，都在凸显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非常务实的，美国其实很清楚知道中美之间无法脱钩，中美之间也没有办法继续长久的这样的竞争下去，所以我们才会说中美之间呢看起来是冲突的，可是这个气氛跟风向确实在不断的转变当中。台湾要看得很清楚，台湾要非常的小心不要只看到说好像美国很强硬，对中国很强硬，然后不要只看到说中美之间只有竞争，其实我们要更仔细的去看说，也许在国防部长的层次是暂时中断了对话。好，我们看到了大人的世界有多肮脏。从民进党内部的一大堆的性骚扰的案件，现在就像是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而很多的社会上的人士也站出来，希望可以把这个所谓的性骚扰的恶习给去除。
虞美人美人姐她现在要选立法委员，昨天她跑到了华山大草坪去大声喊叫，到底为哪桩呢？我们来看看。我现在就在民进党中央党部对面的华山大草坪，什么时候我们用练习大喊就可以防止性骚扰？这是何其讽刺的事情！这位受害妇女是狼选之人，但是这个党却护着狼，剧本照党演，党又重复演。我们只要大声叫，我们就可以防止性骚扰吗？那我现在要大声喊，台湾人，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好不好？台湾人，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好不好？其实这是一出台剧里面的台词，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好不好？现在已经变成政坛的流行语了，好多政治人物都 hashtag 这个，我们不要这样就算了，好不好？人选之人怎么会变成狼选之人呢？我们看到的是昨天民进党传出来的丑闻，现在呢，前民进党妇女部的主任许家田，也就是现任的民进党的副秘书长许家田已经去职了，他辞职了。可是事件还在发烧，因为当时他说了一段非常刻薄的话，加诸在受害者身上。他告诉这个20出头的小女生：“你要我怎么办？你期待我怎么做？你为什么不跳车呢？你为什么不去练习喊叫呢？”所以这是何其的讽刺啊！尤其是对于民进党这一个党过去标榜人权、标榜价值的党。虞美人说台湾不能失误了他讲到赖清德副总统接受媒体访问，跟大学生谈两岸的快问快答，虞美人认为态度不够庄重，很像是在开玩笑因为赖清德被问到什么，大学生说你最想跟谁吃饭啊？他说我想跟习近平吃饭所以看起来大家哄堂大笑，可是很多人在忧虑虞美人就说了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赖清德在跟台大生快问快答时，用不够慎重的态度回答，像在开玩笑，这是在耍帅吗？只是为了让年轻人听了爽吗？这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可能的领导人吗？面对很艰巨的问题，面对很严肃的问题，用很轻蔑的态度就这样过去了。好，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总统还是蔡英文大家不要忘了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党政或者是府都跟大家公布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今天会在这个美国签订你可以看到呢，这样子，包括我们的这个邓正中委员、肖美琴大使，包括 AIT 执行理事、美国副贸易代表、美国在台协会的理事主席通通都留下了合影那台美21世纪的贸易倡议，包括反贪腐章节已经完成签署了。一般小老百姓可能不是很理解这个倡议到底来得是叠公虾米我们就来很简单的、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受益的族群群体有哪些？包括货运业者、快递业者、航商包括空运海运、报关行、货主、出口业者都有利我们住在基隆，就一大堆人都有利。可是很多人关心有没有调降货品进出口的关税，没有因为全文不涉及市场开放，也不会讨论货品的降税，都在强调规则跟规范大家有一个初步的概念跟了解了。陈其仲也讲了，他说这个所谓的21世纪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没有涉及农业的议题，第一轮谈判没有，第二轮谈判也不会有这个实质市场进入等关税问题所以很多网友就直接大白话说了，哎呦，你这个看起来都是在要求台湾要遵守某一些规则，遵守某一些这个规范可是没有所谓利多 benefit 在哪里？没有这个是很多网友直接的反应。另外 FTA 双边贸易讲了快3年看起来还是没有下文。我们知道很困难谈何容易可是如果把过去的新闻标题给调出来，我们听到的是执政党执政者一直告诉我们说快了包括美牛美猪进口咯，所以美国两党赞许说很快希望赶快跟台湾洽谈 FTA， 这是2020年8月29号的新闻。还有包括台湾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蔡总统说水到渠成啦，这是2年前的事情。还有包括蔡总统讲的，在去年底前年底讲的台美 FTA CPTPP 是台湾摆脱被孤立的重要布局，我们希望如何会打下基础。可是必须讲讲了好久，大家耳朵都快长茧了。
看不到实质的条文、实质的签订、实质的东西。而另一头，我们在我们台湾周围的这些国家，他们的 RCEP 已经开始喽，已经开始正式生效实施了。因为最后一个国家是菲律宾，也在今天6月2号正式实施了。所以总共15国已经签署了国与国之间全面的相互关税减让，这是我们最怕看到的哦。RCEP 有15个成员国，有哪15个呢？9个，包括东协的国家，你看到的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辽国、越南、汶莱、柬埔寨、印尼9个东协国家，加上菲律宾，加上日本、韩国、中国以及澳洲、纽西兰15国，他们中间这个关税啊，就是已经降到最低了。而另外，我们看看周边区域上的紧张这个标题大家看到，日本不是吃素的。中国的这一位上将叫孙建国他也是解放军的副参谋长，他在一场跟日本自民党的会议中提到了什么事呢？他跟日本人说如果你冲绳独立，如果你北海道独立那你会开心吗？他用这个想要来比喻台海的问题，结果日本很不开心引发日本的不满，所以你看到的日本战舰集结在台海周边表达挺台的理由，这是来自 New Talk 的新闻，他们认为这个是表达他们挺台这个是我们新闻的解读New Talk。那另外我们看看呢，在阿拉斯加的美军基地发布了这个新闻，疑似中国的间谍假扮游客据说他们开了一辆车冲过了位于费尔班克斯的温赖特堡的安全检查哨就是美军基地这个地方艾尔森空军基地，结果呢被拦下来了。搜查了一番，发现车内有一架无人机那讯问了车上的人，他们说我们是游客可是新闻的报道显示，他们有没有可能是假扮成游客的中国间谍呢？我们来欢迎这一节加入我们的这个3位来宾。先请我们的蔡正元委员来告诉我们，您怎么看？包括这个 Me Too 的这个问题，现在如野火燎原。来，蔡委员。Me Too 的案件就是性骚扰案件，性骚扰案件在民进党里面爆发，其实传闻已久，并不意外，只是没有想到案件会那么多。更令人觉得匪夷所思的，竟然上下都把这个 Me Too 的受害人当作加害人一样的限制、围堵跟打压。民进党不是讲性平等吗？民进党不是讲人权吗？怎么会有这种官僚体制会这么男性沙文主义？这个简直是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啊！你有发生了，你怎么处理是很重要的关键，也是很重要检验的标准。可是你民进党今天显现出来是说，你不要讲，你为什么不跳车？我只能摇摇头，不然你是叫我怎么办？那我只能套进这个赖清德的语法，性骚扰是民进党的 DNA。如果不是有这种 DNA， 为什么有这种结果？而且是什么？还2个副秘书长都是这种德性，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怎么会这种局面呢？而且主要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性骚扰当事人是你们蔡英文所赏识的了不起的电影导演啊？那如果是这样，你们不敢碰他？性骚扰最重要就是有权势人对没有权势人的骚扰，这是最严重的事情。那你一个组织的力量就要是压制有权势的人，怎么会要没有权势的人怎么变成被责罚的对象，还要被迫离开工作岗位？这个已经是个社会上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而且严肃看待。你民进党对自己的年轻女党工都这样子，你民进党对外面的所有的女性，你又会怎么样子的？不是更糟糕吗？这已经不是赖清德一句道歉的问题而已啊！你要有个体制性，赖清德不是动不动要修改选罢法吗？你要不要把有性骚扰嫌疑的通通禁止参选？那不是比陈时中的洗钱案更严重吗？为什么不做？所以我是觉得柿子不要挑这个软的吃了哈。民进党这里是跌了一个大跤，要汲取教训哦。赖清德谈两岸关系时候跟习近平吃饭，我跟俞敏的看法倒是稍微不一样，表示赖清德想要寻求两岸和平，只是方法对不对而已。你想要跟习近平吃饭就会和平吗？你表达这种意愿我觉得很好，但是请民进党注意，以后不要随便扣人家中共同路人的帽子。因为你们的党主席赖清德不只是要跟中共同路，还要同桌，还要共餐，还要同饭
所以你们是中共同犯人的政党，就不要嘲笑别人了。记得哦，以后用这种扣人家帽子。以前韩国瑜只不过到中联办喝杯咖啡，回来的时候被你们说成中共同路人。你现在公开跟习近平要求我们一起吃顿晚饭，这是何等重大的事啊！是。至于我也不得不批评一下我们这个老朋友邓正中年纪这么大了要当诈骗集团也不要这么临老入乍谈。为什么？蔡英文说。要跟什么？要我们吃莱猪，我们吃了；说台积电去美国，我们也去了。说要买很多武器，钱付了没有交也就算了。他告诉我们什么？为了要跟美国签 FTA 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就是降低贸易壁垒，最重要就是降低关税。韩国跟美国签了没有？签了。降关税有没有？降了。那请问你，我们台湾呢？我们该吃的吃了，该做的做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啊。然后告诉我们签了一个什么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你在骗谁啊？郑中兄，少说我也是内行人啊。你就等于告诉我们说，一个学生说我考不上大学，但是我考上补习班，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啊！拿这种东西骗老百姓，然后哇，这个洋人这样子站成一排签字，告诉我们哇，谁会受益，谁会受益？这是贸易上的受益吗？这是自由贸易协定吗？你不要骗人的好不好？这种行政程序本来两方面就该做了，签这个协议有什么问题啊？都是 WTO 的会员国，我们本来也就义务就把这种行政程序给弄简单了嘛。你竟然拿这个来敲锣打鼓，然后找一个什么亲绿的报纸在讲这好像丰功伟业一样，就告诉你不要骗了，就是没有考上大学就没有考上大学，不要以考上补习班来掩护。来请教这个我们的翁老师翁教授，真的像是蔡老师所说的，这是在骗人的吗？这个倡议是没有用的吗？台美贸易倡议21世纪贸易倡议其实有2个点可以来谈事实上蔡委员是专家那我们先从第一个所谓的 initiative 是什么？事实上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框架，就基本上是第一步。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谈 initiative， 那我们台湾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 initiative， 立法院有没有审议权？如果立法院没有审议权，那它是 initiative。可是如果是 agreement 呢？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它用 agreement 来报道，如果是 agreement， 那就是协定啊，协定立法院要审议啊。可是大家怎么不说话呢？立法院到底有没有逐条的审查？再来呢，就是说所谓的自由贸易倡议，而且媒体报道的实际受益群体，这个文字的部分就很可爱了。为什么说可爱呢？真的实际受益了吗？这整个的条文里面没有任何，他自己就说了，没有关税的减免，没有市场的准入，他应该要更精准的谈的说法，应该是说实际可能未来会受益的群体，这就是吊诡之处了。因为你把它想成实际受益的群体，大家会觉得说哇，很棒很棒，我们已经进入到了 FTA 的谈判。事实上，这跟 FTA 差的还蛮远的。这也是为什么刚刚委员有特别强调说，如果说你要跟大家一般的民众，大家不懂的可能会觉得这好棒，可是如果任何懂的，像赖老师在这边，大家一看就会觉得这个跟真实的情况也差太远了吧。所以我们的政府到底希望台湾的人民看到什么事实呢？我们看到的是真的要带好处给大家，不是我们看过去从 CPTPP、RCEP 每一件事情都说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但是如果你真的了解国际贸易的一些规范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困难度非常非常高。可是为什么一直给大家希望，不断的希望又不断的失望？其实人民是很无奈的，久而久之就会觉得算了，我们不谈了，我们就让政府继续说，然后我们继续好好的过我们的日子，也没有办法再有太多的期待。这个对于台湾其实不是好事的。是。我想请教赖老师，赖老师，你看，包括日本这样子的一个战舰集结在台海周边，这真的是表示挺台湾的立场吗？这是一个把这个日本的海警船叫海上保安厅的船，是警察船。警察船是没有强大的火力，没有攻击对方的火力，也没有自我防卫的能力。因为警察船它基本上来讲是为了要打击这个海盗，或者是走私者或者是一些这个海上秩序的维持，渔船等等。所以它基本上来讲要轻便，而且呢火力不能强大，因为它是警察。警察不是把对方杀死，是在制服对方，然后把他移给检察官、法官来审判。所以警察船基本上并不强大，是比它脆弱的，速度要快，反应要快，所以它本身没有强大的作战力，它跟军舰是完全不能交战的。军舰的船板甲板是厚的，它是铁板保护的，所以它能够挨得起炮弹的攻击，而警察船一枚就不行了，一枚就沉了。
那把一个海上保安厅的船，为了躲避台风，因为它很轻，它轻，所以台风一来的时候，它一定要赶快避风，把这个避风往台湾的方向再去躲避台风的时候，把它说成是为了抗议孙建国的这个讲话，这叫做张冠李戴，是故意的、有意的，要不就是没有知识。所以不是故意的、有意的，故意有意就是欺骗台湾的民众、台湾的读者。然后如果不是故意有意的，那就是他没有知识、没有尝试，没知识、没尝试就把它混在一起写，这个基本上来讲是很要不得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孙建国讲的话有对有不对。为什么？琉球群岛确实过去是几千年来，它就是一个琉球王国，它在中华文化圈下，它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一直到满清末年的时候。那日本的九州湾，就是九州的上摩湾，上摩国起来的时候，上摩藩了哦，起来的时候，然后给他很大的压力，他寻求2个保护国，一个就是上摩藩，一个就是中国。后来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再保护他，他被日本并吞，因此理论上讲，他是有权利恢复独立地位的，哦，这个是一个部分。可是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中国大陆两岸都是属于中国，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会觉得说这个琉球这个部分里面它有独立的一个条件，而台湾没有？这是在法理上，在历史上是如此。另外一个部分在哪里呢？就是说日本议员讲的也是谎话。日本说琉球人啊，这个冲绳人没有要独立，从日本本土被移民到琉球的那些日本人，他没有要独立。但是土生土长的琉球人，他们是想要独立，所以我觉得那日本议员气急败坏，没有说实话。但是我觉得孙建国举的北海道的例子就对了。如果中国大陆推动北海道往独立运动，日本会怎么想？这就是同理心嘛。所以我觉得第二个例子案例就对了。另外一个部分里面，我坦白说，对于刚刚吕中兄所提到的倡议确实是一个发想而已，还是第一步而已，还早得很呢。更何况。美国拜登总统已经讲得非常明白，制造业没有回流，内部的经济没有整顿完之前，不会跟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签任何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一个大环境嘛？这个大环境摆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为什么要演这一场对于台湾没有任何实质好处的戏？他应该把内文公布，让我们的经济专家评估说可以帮台湾减多少税。创造多少就业机会，就像艾克法一样嘛。到今天从来不肯公布，也不肯提交给立法院来看。我们不要说审查嘛，看一下嘛，连看一眼都不行。那你想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倡议？我觉得这个是有鬼。这个真的是有鬼，不能欺骗台湾人。到今天为止还在欺骗台湾人。我对虞美人的做法我最支持。支持。这位学生本身他是学生哦。他当时是学生，他是学生，他当时是学生，他已经受到了第一次的侵犯了，已经受到伤害的，内心受到创伤了。受到创伤以后，这一位女性的主管还给他第2次的伤害，你为什么不大叫？你为什么不跳车？好像错都在他。我就岂有此理？第2次的伤害比第1次的伤害不会轻哎。那你今天你一个民进党的党主席竟然不表态？而且民进党的这个家里面的风暴还不止这一桩哦。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是，有一名学生他刚刚出来控诉他自己在2019年的时候在民进党打工哦，当这个党工的时候，遭到另外一名张姓党工多次骚扰。他跟他的主管求助，可是却被冷回。他说：“你就把他推掉就好了。”以至于后来他难过伤心哦，罹患了这个创伤症候群。可以想见哦，过去可能遭受到一些不平等对待或是委屈的女性也好，男性也罢，可能也都会有。现在都一一的跳出来，勇敢的揭发当年对他们不公不义的人。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